大家好，我是每周都会和你去探索香港的 Andy。那我今天要和你们去探索的是一条从西九龙这里开始的全新路线。今天我们的路线会先从西九龙文化区乘搭新开的西九龙码头，坐船到中环，逛完中环后再坐船回来西九龙文化区，假装乘搭高铁回去深圳，模拟特种兵香港一日游。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柯士甸站，就是乘搭高铁到香港的位置。那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1点半。那我今天这一条影片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了就是坐高铁来香港一日游的特种部队做的影片。就是假设说你今天只有1天的时间来回香港，然后我又想体验很多的香港文化或者是香港特色的话，那这一条路线呢一定适合你。那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带你们去今天的第一站。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穿过圆方商场直达到西九龙文化中心，那我在这里呢就稍微指一下路线吧。先是从高铁站出 M 出口，过了天桥后，沿着火的路线指示直走到土，再沿着土走到金，接着从金的这个出口出去，就是通往 M 家的天桥啦。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啦，西九龙文化中心。那这里呢还在不断的改建，据说改建到最后呢，这一条路是会通往到尖沙咀那一边。那虽然呢现在还没有连通，但完全不影响这个地方是看微景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而且是个非常休闲的地方。那话不多说，我带你们先在这边看一看 ，Let's go。西九龙文化区从1990年开始填海，历经了13年的时间，才在2003年正式填海完成。其中在1998年的时候，时任特首董建华就首次提出要在西九龙的最南端打造一个顶级的亚洲文化艺术中心，但这个项目从落实到完成共经历了20多年时间的拉扯、规划和修建，甚至差点因为造价等争议的问题被迫放弃。直到充满艺术性的 M+ 和故宫的落成，使西九龙文化区成功的取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必要性，才有了现在仍然在不断加码建造新建筑物的西九龙文化区。如果你还想去逛 M+ 或者是故宫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再早一点的时间来。那现在的时间呢是3点15，那我这边也逛得差不多了。那接着呢，我就要跟你们一起去西九龙码头呢，坐船过去中环。是的，你没有听错，是西九龙码头，不是尖沙咀码头。在2025年的11月份吧，然后才开的，所以这里呢是很少人知道，然后也很少人乘搭过。那我现在就带你们去体验一下这条新的航线吧。在还没有开通这艘船之前，如果你是要从西九龙到中环，最快的方式也是乘搭巴士到尖沙咀，再转乘天星小轮。说实在，等车和等船的时间也要花上半个小时。而这条新的航线最大的亮点，除了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西九龙到达中环外，它更是全港少数可以让你带宠物和单车上船的公共渡轮，在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有单车爱好者的话，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一条路线哦。好，那我们到啦，就是这里。中环的9号码头。那自从开了这个西九龙码头之后呢，就是从中环这里过去西九龙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但说实在话，我自己觉得价格还蛮贵的，20块钱。因为今天是特种兵路线嘛，所以我才会乘搭这个这么贵的20块。那不然的话呢，我正常我是会去乘搭天星小轮，5块钱，我可以坐4趟这个。那我们码头这里走出来呢，就是香港摩天轮。好，那我就带你们去体验一下香港摩天轮上面的风景吧。20块。
那我现在呢就感受完摩天轮上面的风景了，但是我觉得我错了，特种兵怎么可能会花时间在那里排队呢？肯定是用最少的时间去逛更多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赶紧去下一站，那下一站呢基本上就是你上完天桥之后呢，你不用再下去地面，就可以到我们下一个地方。那我们赶紧出发，穿过天桥之后呢，从这个商场进去，然后直直的走。接着呢，看到这一个国际金融中心1期，就是这里出去啊，不是出这边门口啊，是出这边门口。好，出来之后就是恒生银行啦。恒生银行这里穿过去呢，就是我们要去的下一站中环街市。那这一条路呢，就全程有空调，然后全程都不用下地面，也不用等红绿灯啊什么的，就省时间。那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5点。那有看过前几期做中环一日游视频的朋友呢，肯定对这里是有点熟悉的，因为这里就是那一个水磨石旋转楼梯。那这里确实是非常具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所以呢路线是会有重叠。不过最后呢，我也会推荐一间就是我觉得还蛮不错吃的餐厅，也是在这里附近。好，那我们现在就逛一逛这边吧 ，Let's go。中环街市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2年的时候，也就是香港开埠的第2年。当时这里还只是简单的露天市集，后来经历了4代重建后，才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环街市。对中环街市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最底下的这一层去亲身感受一下这些历史。另外一提，在写满历史的这一层，也有一间雅俗共享。现在是5点17分，可能有人就会猜到，我下一站要去推荐的就是连接着中环街市的中环登山电梯啊。我们 Let's go。这条中环登山电梯，在我之前的影片里就有提及到它的历史和相关电影的取景，那我在这里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了。但我想说的是，在登山电梯的底下有一家不起眼的铁皮小档。南方园，它是香港现存最古老的茶餐厅之一，在1952年的时候开业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他们家的丝袜奶茶更是非常具有香港代表性的饮食之一。不过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老店向来都是有他自己的脾气的，他们秉承着下午6点的高峰时间呢就关门了，就即使是谭咏麟、梁朝伟、周润发他们来了，也挡不住他们要下班关门的脚步。所以你想体验他们家的丝袜奶茶和捞丁的话，记得要抓紧时间，6点之前就要来咯。不过这个得注意一下，就是它是不收支付宝、微信的，只收八达通或者是港币人民币的话也是1比1，最好是兑好港币来。係咪呢杯啊？係。好，唔該。那特種部隊也是需要休息的，好吧？在這喝杯奶茶休息一下吧。哦，好喝。他们家丝袜奶茶真的不得了，很好喝。好，那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41分。那现在呢，我就已经来到了大馆这里。那大馆呢，我之前影片呢就已经有介绍到大馆的一些背景啊，或者说是历史。那这次呢，我就着重去拍一些上次没介绍到的东西。Let's go。大馆这个名字其实是3个古籍的合称，分别是前中区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裕多利监狱。整个建筑群已经超过了170多年的历史，是香港现存最大的法定古迹群。另外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个监狱曾经关押过的犯人呢，是以越南第1大城市命名的国父胡志明，在1931年的时候就曾经被关押在这里。
另外，大馆这里也有不少的艺术展览是供人免费参观的哦。那我们现在呢逛完大馆这边啦，然后现在的时间呢是6点16，接着呢就要带大家去我刚才说有一家推荐的餐厅，那是我之前吃过还不错，那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然后看一下那家餐厅是什么 ，Let's go。我们到啦，就是这一个苏杭宾士。那苏杭宾士的位置呢，就是在苏杭街。那之前有跟朋友来吃过，是味道还不错，价格上也还 OK 啦，就50-60块钱一份。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吃，吃完之后呢，我就假裝我要回去赶高鐵。葱花牛肉滑蛋飯，凍檸茶小甜小冰。牛肉滑蛋飯，然後凍檸茶。看一下價格，凍 OT 加3蚊，total是61塊。OK， 好，那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那我现在呢已经回到了这个坐船去西九龙的那个中环码头。现在这个时间呢，我已经不需要去再证明说我可以就是回去赶上我的高铁了。高铁最晚的是11点，但这辆船是最晚10点。如果你真的要坐这辆船回去西九龙文化中心的话，那就10点之前就要过来。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从西九龙文化中心开始的特种兵一日游。那你的支持呢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请帮我点个赞和关注，谢谢。那希望我这一条影片呢对你来香港做旅游攻略呢有所帮助。那我是每周都会和你去探索香港的 Andy， 我们下周见，拜拜。好，那现在的时间呢是7点58，就当成是8点吧。这一条路线甚至就是玩花一点点。我现在坐天星小轮到尖沙咀这边，然后在尖沙咀这边呢就是逛一逛天星码头啊。然后待会再沿着广东道一路走到柯士甸那边坐高铁都完全来得及。